在马里乌波尔发生的战斗迎来了新的转折，城内原本死战不降的乌军开始向车臣部队呈建制投降，仅剩亚速营残部仍然在负隅顽抗。一起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经过41天左右的激战，当前俄乌战况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北部的俄军迅速以超强的机动能力全面后撤，从3月底到4月初的近1个星期的时间，俄军先后解除了对基辅、切尔尼科夫、苏梅等重要城市的围困，并且撤到了白俄罗斯境内，这给俄军腾出了大量的机动兵力，用以后续的新一波次进攻行动。北部的俄第41、35、36集团军已经开始了全面撤离，苏梅东部的俄第2集团军也开始向后撤离。现阶段在乌克兰的北部领土上已经没有大规模俄军的活动轨迹了。虽然俄军大部队从乌克兰北部成功撤离，但是经过1个月北部的激战和撤退途中的大量武器装备损耗，这些刚刚后撤的部队需要时间休整，以及后续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的补充，才能形成完全的战斗能力。短时间内不能投入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战斗中。在东乌地区围绕哈尔科夫以南伊久姆地区的持续争夺终于出了结果。伊久姆地区乌军已于4月3号全部丢失，俄军正在沿伊久姆地区的公路快速南下。虎哥分析，俄军这是要抄乌军主力的后路，但是乌军也知道护卫后方的重要性，随即在伊久姆一线以南的乌军也在沿途的城镇部署了大量兵力，这使得俄军的超后作战并不顺畅。不过当前激战最激烈的地区还是马里乌波尔市区。进入4月份，马氏乌军和亚速营残余分子的抵抗远没有3月份那么激烈，原因是城内的守军也被俄军以及车臣部队歼灭的差不多了，很难再组织起有效兵力进行反抗了，能够苟活一天是一天。此前根据 DNR 领导人发布的消息称，城内的乌军和亚速营残余仅剩4000多人。不过经过这几天的作战，按照此前乌军平均每天伤亡300至500算起，虎哥预计马氏全城的守军差不多在1000人左右，相当于战前的 5.8%， 而这些剩余的士兵大部分是亚速营残余势力。战前乌军为了防止俄联军快速夺取马氏，往马氏部署了3个乌军作战旅的部队。经过1个月的围城战，城区里的乌军12防卫旅和第10突击旅先后被俄联军近乎成建制歼灭，只剩下小部分人加入其他部队和俄联军进行死斗。而城内最精锐的乌军部队莫过于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36旅。这个旅在作战期间一直在马氏挑大梁，挫败了俄军多次的进攻行动。不过如今海军陆战队36旅已经彻底4分5裂。经过俄联军持续不断猛烈攻击后，该部队的机械化装备已经全损，彻底成为轻装部队，而且战斗减员严重，现在基本上就是只有几百人的实际兵力，不到战前的 10% 编制。剩余的乌军在俄联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军心彻底崩溃，于4月5号开始大批量向俄军投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36海军陆战队旅下辖的503海军陆战队营全体向俄联军投降。据俄媒报道，该营剩余的267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全部呈建制投降，这是俄乌开战以来第一次可以确认的乌军以营级建制兵力集体向俄联军投降的事例，可谓是创下了俄军开战最多俘获记录。而俄军也不会放过这个宣传的好机会，随即将这些俘虏押解游街的视频发到了网络上。因此随着乌军36海军陆战队旅大部分投降，现在乌军在马里乌波尔的3个旅级部队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现在马氏仅剩下亚速营还在死战，因为他们很明白被俘虏的下场是什么，干脆破罐子破摔，顽抗到底。不过现阶段俄联军已经控制了马氏 90% 至95% 以上的地区，亚速营也就是在钢厂工业园区和工业区的边缘住宅区顽抗了。
亚速营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战术，迟滞俄军的进攻，分出多个狙击小组，尽可能地占据多个建筑物的制高点，对俄联军不断地打黑枪。而俄联军也是针锋相对，使用坦克炮和缴获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对其进行定点清除工作。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马市大部分地区的百姓恢复了正常生活。预计清剿完马市的亚速营分子后，马市将迎来彻底的和平。